半日之后，商部落最大的城郭外，树林深处，李长寿将这一盒脂粉交给了孔宣。孔宣道了一声谢，言说稍后就开始闭关。他定阴阳的过程预计要36年。我这次闭关并非悟道，闭关时也会分心照看此地，你不必担心。无论是这商部族还是七星化身，我自不会令其受损。孔宣话语一顿，又问：七星的名字可想好了？哦，等他会说话了，让他自己取一个吧。李长寿摇摇头，笑道：7个魂魄，7个性格，咱们取什么名字，总有人不满意。孔宣轻笑了一声，目光略有些复杂。毕竟这一次闭关就要定下阴阳了，自身的转变，今后的路途如何，都充满了未知。老师曾说，你的命中有一个劫难，让师兄与我到时候助你过劫，而后再入人教。孔宣目中光芒闪动，对着李长寿拱拱手，转身就要离去。但他刚转身，又顿住了脚步，扭头：还有一事，我有个三弟，乃金翅鹏鸟，与我差不多一同入的洪荒。他的性情有些乖戾，与我当时遇到大法师前相差不多。前几日他来选我，劝我归顺西方教，若他对你出手，不必看在我的面子上留情，打杀了也无妨。言罢，孔宣不等李长寿回复，向前迈出2步，身形消失在一片五彩薄雾中。金翅大鹏鸟，这个名字李长寿也算是熟悉。孔宣的三弟，封神大劫中的羽翼仙，没想到早已经归属西方教了，还来劝孔宣投奔西方。果然啊，西方立下了地藏这个气运之柱，搞事之心开始蠢蠢欲动了。西方教下一步最有可能针对何处呢？小琼峰地下密室中，李长寿思索了一阵，提笔写下了几个选项，又将其他的选项逐一划掉，留下了一项：反西方仙道势力初次盟会。此时看来不免一战啊。师兄，灵娥轻唤了一声，在旁边跳了过来，低头看着书案上的文字。在发愁这件事吗？李长寿放下自制的毛笔，刚想抬手揉揉眉心，2只有些冰凉的小手已经是凑了上来，轻柔地轮刮着。灵娥小声道：是在担心西方教去捣乱吗？无论怎么算都避不开。上次和吕月师兄用毒灭了他们的一批打手，他们这一次搞事，估计是要无所不用其极了。咱们把会场所在之地设计的复杂一些呢，比如我们最开始指定一个聚集的地点，等人来了换下一个地点，如此重复几次。不可行。先不说这般举动会毁坏仙盟的威信，天庭的威严，如何能保证西方教安插的眼线传递不出消息呢？西方教对付龙族时曾经展露过大批高手集体挪移的手段，此法看似不错，实则并不可行。还是师兄考虑的周全。哦，我明日开炉炼制一批丹药，你要不要护肤美白这一类的丹？可以炼这个吗？自然了，你果然在意这个，还要美上天不成？师兄帮我练练嘛，我本来修为都被云霄姐姐拉下这么多了，当然要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了。行吧，就这事儿我有点亏心呢。这西方教，李长寿喃喃一声，继续开始提笔写写画画。灵娥在旁边看了一阵，发现自己逐渐理解不了师兄笔下的字迹，渐渐跟不上师兄的思维变化，也就乖巧地去了侧旁，做了一些相对简单的情报整理工作。地下密室中安安静静，师兄皱眉凝神，思索着天地大事。师妹在旁边忙中偷闲，趴在书案上偷偷看一阵师兄的面容。说是岁月静好，许是沧海桑田。
林娥将少许烦心事藏在心底，总觉得这般便是先生不虚，格外安逸。于是9年后，一朵白云飘出中天门，带着众天兵天将的注目，朝着西北方向的昆仑山缓缓飞去。看云上，前面站着一位白袍老道，慈眉善目，白发白眉，自然就是天庭水神本神。再有10几年就能得到旨意，正式成为太白金星的某兽。现在3界流传之名为长庚，长寿2字也不过只有大法师灵娥几个人会提起。李长寿的身后自是一身青蓝长衣的灵珠子。此次赶去昆仑山，李长寿也有几个目的。其一，请几位阐教的高手介入即将举办的3000世界仙盟大会，最好是请燃灯一系的高手前去助拳，这背后自是有万千算计。其二，算是对当日圣人老爷邀请的回应。其三，带着灵珠子露个面，让阐教一方发现灵珠子的变化，再将这件事传到太乙真人的耳中，如此就可以避免亲自带灵珠子回乾元山，被太乙真人发现灵珠子此时被培养的有点过头的事实。上次带着灵珠子去广寒宫之后，李长寿就对灵珠子颇为关注。渐渐的，李长寿也搞明白了，灵珠子并非是从感叹号变成了问号，而是对战法、肉身斗法神通燃起了热情。他变得颇为好战，不过9年就已从水神府打去了天河边，不少天庭将领都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，便是金仙境的天将也被他斗败了1、2人。巫族战绩、灵珠之身，再有道门术法、大劫气运之子的加持，灵珠子的进步颇为恐怖，连带着道境也是1日千里，预计100年之内就可以渡金仙劫。李长寿时常在想，到底是哪般劫难会让灵珠子不得不转世投胎成为哪吒？此时却隐隐有一些预感，灵珠子转世恐怕不是因为劫难，而是为了自身修行。对比一下现在正在渡仙门修行，凭借大气运一路无阻拦，最近刚刚修成真仙境中期的李靖。灵珠子这般好斗的性子，哪怕李长寿将琉璃宝塔早早地赐给李靖，李靖都不一定能够收得住。说起李靖李长寿的改造计划一直未停，只是手段颇为温和。那一对门内前辈教导李靖也颇为用心，给了李靖满满的温暖，也灌输了许多李长寿安排好的理念，比如教育孩子不能只去打骂，也不能一味的鼓励，比如如何肩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，身后就要去教养，哪怕事务再忙，写封信也会有不错的效果等等。对于杨戬和哪吒，李长寿也算是操碎了心。而他千年之后能否顺利在封神大劫后自天庭脱身，关键点就在这2个小将身上。这些天庭新生的小将越强，玉帝陛下就越有可能撒手放人嘛。念及此处，李长寿含笑道：师侄你记住，去得玉虚宫中，但凡有人问你有没有道侣是否对哪位仙子动心，你便笑而不语，不必回答，也不要乱答。灵珠子有些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点点头。师叔放心，我都记下了。那就好。李长寿甩了甩拂尘，昆仑山已是在望，而他早早放出自身道运，一路畅通无阻，飞过众多仙门上空，惹来道道仙识跟随。虽未动用天庭仪仗，也不曾到处呼喊他水神之名，但是此时这般容貌，这般道运，已算是天庭水神的标志了。不多时，行至玉虚宫前，李长寿老老实实地驾云到了此处仙峰的半山腰处，立于仙门前。玉虚宫外围并无大阵守护，这里是圣人讲道之地，也是阐教核心区域，方圆数千里回荡着众高手的气息，无人敢来此地撒野。
李长寿含笑报上自己的名号，仙门处的2名金仙境道者立刻请李长寿入内，又有童子乘鹤赶去玉虚宫内回禀。路才走了10多丈，玉虚宫各处的殿宇楼阁亮起仙光，仙鹤驮童子，老翁驾祥云，随处可见祥瑞之景。那玉虚大殿处传来悠扬的钟声，在玉虚宫中修行的100-200炼气士，但凡未闭关的尽被惊动，这般阵仗让李长寿也有些意外。他毕竟只是化身前来，没有想到阐教也会如此重视。自然，李长寿对自己的定位无比清晰，见老翁就喊师兄，见到仙子就喊师姐，哪怕被人纠正弄错了辈分，最起码这个态度要摆出来。行不过100丈，数道流光落来，化作2名老道，1名面容端庄清雅的女道者，对李长寿做着道揖。李长寿连忙还礼，自是认出了这3位的身份。左侧的女道者便是12金仙之慈航道人，面容不能说不美，但却非天庭女仙那般重姿色，宝相庄严，面容清丽，一身道袍修身且得体，道姑发饰也是恰到好处。居中的老道乃是赤精子，入门早悟性高，执掌的先天灵宝阴阳镜也是颇为厉害之宝，有逆转阴阳之威能。右侧的老道却是老熟人了，身形较为魁梧，白面无须，鹤发童颜，此时更是眉目带笑，站在那儿就是一阵哈哈大笑。总算把长庚你盼来了。正是在三游小院曾经有一池之地的黄龙真人。李长寿笑叹：嗨，天庭事务繁忙，一直不得空闲，今日冒昧来访，打扰之处还请师兄师姐勿怪。黄龙真人一阵大笑，赤精子也带着温和的笑意，开口请李长寿去殿中一叙。李长寿这才是停下射骑而上，与灵珠子一同驾云，跟在3位阐教圣人亲传弟子身后。这一路看山，山色无穷尽，云雾升腾伴仙影；看水光，1、2宝池宛若玉楼殿宇间的点睛之笔，3、4清泉点缀在山林之间，又有溪流流淌，晕开了此地灵韵。所听尽是诵经之声，所闻便是青木香气。待到玉虚殿前，禁不住回眸一看，又仿佛见到了一条仙路被落在了背后，此身已至于仙路之巅。李长寿由心赞叹：啊，当真是修行的好归处啊！那师弟你常来就是，在这里久住也行啊。啊，天庭事务繁多，每日修行都要被耽误。虽此时得玉帝陛下信任，但终究也是有些身不由己啊。殿内，广成子带着2位圣人亲传向前迎接，与李长寿寒暄几句，各报道号。那稍矮的道者就是巨留孙，那名中年道者便是12金仙中存在感不怎么强的灵宝法师。李长寿与这2位12金仙互相见礼，被广成子请进了殿内。来之前，李长寿做足了功课，阐教重礼数，李长寿就给足了礼数。从入座时的排座顺序，入座后的坐姿，开始交谈时话题从哪方面开始，等等，都做了周全的准备。一时之间，宾主皆欢。那些被喊来陪茶陪聊陪论道的玉虚宫门人对李长寿印象颇好。这边氛围刚浓烈，又有2道流光自玉虚宫之外而来，自是玉鼎真人与太乙真人到了。师父！灵珠子轻呼一声，起身快步迎了出去，与太乙真人在殿外相见，连忙做道揖。太乙真人含笑点头，上下打量着灵珠子，感受到自己徒弟那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竟然有些鼻尖发酸。终于盼来了怪徒弟这男子汉大丈夫的一面。太乙真人感慨莫名，但他的性子不喜欢婆婆妈妈的，更不喜欢煽情，
此时双手揣在袖中，笑呵呵的。跟你长庚师叔修行的如何呀？灵珠子定声道：长庚师叔教了弟子很多做人的道理，带弟子开了诸多眼界，又让弟子结交了众多天降好友、巫族兄弟。没有长庚师叔的教导，弟子也不会有今日这般精神。太乙真人顿时笑眯了眼。不错不错。怎么样，在天庭中除了结交这么多天将，有没有跟什么仙子交好啊？这个，但凡有人问你有没有道侣啊，是否对哪位仙子动心，你便笑而不语，不必回答。于是灵珠子微微一笑，略微摇头。太乙真人顿时来了兴致，追问：嘿，怎么还跟为师不好意思起来了？难道真看上了哪位小仙子？灵珠子微微皱眉，继续笑而不语。太乙真人奇道：怎么不说话了？难不成为师问错了？你没喜欢上哪个小仙子？你还能喜欢上了哪个天将不成？啊？殿内正在喝茶的李长寿被自己呛了一口，而殿外灵珠子再次笑而不语，目中流露出几分无奈。师父这都想到哪儿去了？但是太乙真人瞪眼张嘴，直接石化在原地。下一瞬，这大阴阳师在袖中抄出了一块金色板砖，风风火火地冲进玉虚大殿。李长庚，贫道今天跟你拼了！贫道！玉虚大殿一阵糟乱，专拍受躲，12金仙忙劝架，灵珠相阻，太乙真人呼报应。